他说他有一次回来的时候看到那个餐桌上摆了报价单，发现他那间出租在用的要做那个定做的那个叫什么电视柜还有电视墙，然后那电视墙还是大理石的材质，很奇怪啊。然后旁边还有报价单，这个报价单就几十万就这样子，就一整面电视的解决方案就十几万这样子，跟我说好像17万多还是什么。看到他差点开骂，他想说等等，我们是要出租的呢。按照经验这我跟他讲，我说那个3房2厅配好全屋的家具，床垫什么都有，被套什么都有的情况，就是真的搞到拎包入住，家电还不讲配好全屋的家具 IKEA 我这样算一算大概14万有找结果怎么一面电视墙就超过了，就这样怎么会弄到这样？这几十万的东西呢，然后大理石什么都跑出来了，就问他老婆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东西你一花下去，你那个投报率就不见了，你知道？那他跟他老婆沟通，他就说你这个有问题啦，你这样的话就会爆预算啦你自己看上面的东西，这已经要花到头期款了，快1/3了呢，很扯呢。然后还有冷气要买什么的，结果一讲下去，他老婆不高兴。出租的房子要这样装潢才能守住投报率预算控管加 IKEA 的中价格策略。先说结论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控管好你的预算，其他的事情都好讨论，因为你要保护你的投报率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怎么辨识凶宅，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出租的房子要怎么装潢。这也是一个观众问我的他们就是夫妻刚买第一间要置产的房子，他就说他抄我的作业跟老婆讲好，自住的房子听老婆的，置产的房子听他的，这样那也顺利交屋了。然后没想到他老婆对于那个地点什么也没意见，反而对那间新的房子要怎么装潢有很多想法。当然可能因为自住的房子是他老婆自己装潢的嘛他自己决定的可能做出兴趣了还是怎么样然后这次他老婆就是主动跟他说这个装潢就他来弄他也怕说他老婆把这间房子当成自己的家在装潢那个会严重的去侵蚀掉投报率这样。那问我怎么办我的建议是这样，就是要控一下预算装潢最害怕的东西是一直爆预算，装潢这种东西是没有上限的真的是贵，可以超级昂贵。那如果你今天你自己住那就算了你今天是要出租的，你把装潢的预算拉那么高，就等于是你去牺牲你的投报率就这样。所以我就建议你说先算出一个总预算，然后要重拉电线或者什么，这一定要做的都先扣掉，然后看剩多少钱，给你的老婆施展手脚，这样就是贵的东西你还处理剩下花花草草装饰再给你老婆做，大概就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你要知道必定要做跟不一定要做的东西那必定要做的东西是天地壁油漆，我们讲做基础建设基础工程，天地壁油漆水电冷气壁这些都一定要把它弄好。然后我也建议你大概要留 10% 的预算来防止出问题，来预防说临时有状况。因为我们买的是中古嘛，很有可能是你现场看都看不出来，然后真的装潢开始再拆了再敲下去才知道有问题就这样很常发生卫浴重做然后怎样打爆水管，之前去处理一间爆了就爆了，就这样。那你去看的时候都好好的然后下了一场大雨才发现奇怪这边是不是有点渗水啊或者你看厕所都好好的，然后你爬到那个维修口你去看，哇靠，这里面已经中卤食了很常发生。那10%预算就是用来处理这种突发事件的。那我们再来讲说不一定要做的东西这就蛮多的，这很看个人我自己的建议是先做大再做小，例如窗帘跟茶几。我说的大是指面积面积很大。那窗帘跟茶几你要先买窗帘衣柜跟书柜你要先买衣柜，因为大的东西它视觉上就占掉那个面积嘛，所以你把它先做起来如果你有预算先花在这个地方，它 CP 值会是非常高的。最后你要知道该怎么挑选家具。你看我讲那么久，你应该也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嘛就全屋 IKEA 就对了， IKEA 到底就对了。好，那我知道又会有人来说IKEA 家具不耐用或是什么，没差，没那么烂。你这间自产的房子在你手上大概就是放5年5年要买嘛，所以就第6年那些家具跟装潢之后你还要处理掉，要重新大装潢一次，所以你只要让它撑得了到第6年就好了。那IKEA 东西没有那么烂，真的那之后你看你是要哪些要留，哪些要或是什么，几乎全部重弄都可以啦。我相信你跟那个人家讲说你都是买 IKEA 的，他不会有意见，你知道，因为 IKEA 的东西就明码标价，然后品质有一定的水准，
好看不好看，设计感那时候再说哦。但它就是一个很公道的东西，不是说看起来就是烂烂的，然后你这个衣柜不知道哪里来的，然后打开来味道又很大，又什么有的没的哦，一大堆哦。那房客用坏什么家具，你就叫他赔啊，哦，就这样啊。那赔什么？赔 key 啊，就这样啊，哦，大概那边整啊，不会在那边叠对叠说啊，房东你这边东搞西搞捡破烂来，你想要我赔你好的，慢慢吵架哦。好，那接下来问题就是说 IKEA 的家具它有分贵跟便宜嘛？哦，你不用买太贵，它有设计款，真的是蛮贵的哦。我现在看一看哈，很粗浅的心得就是有曲线的东西都很贵哦，啊细细嘎嘎的米它都很便宜哦，就这样，因为它很方便大量生产。那你就去买那种就便宜版嘛，哦，你也不用买太贵啦，你就大概抓中间值就好哦。而且我说真的，全屋最便宜配起来也没有多难看，哦，看起来还干干净净，看起来还蛮理想的。例如说床垫有1999的泡棉哦，跟6999的独立筒哦，还有24990的高级独立筒。是我说真的，我也不会买那个什么1999哦，我就买那个中间档次哦，大概就可以了哦。那个就很好用啦，你要撑那个时间应该都是撑得过的啊。IKEA 还有给那个保固嘛哦，这总是比你去什么家具街，然后老板说哎刚好剩2个，你要来走哦，这很便宜什么还要好处理嘛哦，价格是一回事，但是你就给住客看到你都用 IKEA。还可以了，就是你去买 IKEA，你给他挑中间档次哦，而不是说什么都买最便宜的。你什么都买最便宜也是一条路，但是你省下来的钱立马没喝呀哦，所以就是大概就选最便宜的档次，再往上一点那种档次给租客。我认为我们就算很好的房东了哦，真的是这样。不然你去外面看，看那些租屋房东，那衣柜10几年了，然后又被白蚁蛀或什么，还不是放在那里哦？我们都是新的这样，新灿灿都是 IKEA， 不会再有什么问题。所以我自己这不是IKEA业配哦，我还没到那个咖位他来找我。总之就是我自己都是用这样前后后在IKEA花已经花多少了，花超过30万哦，一定有，就是全屋的这样买起来哦去弄。哦，对哦，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哦，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哦，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哦，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哦，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50%是自住换屋哦，那50%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哦。那前面讲到那个50%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哦。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哦。那50%的财富传承哦，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哦，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哦，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哦。财富传承哦，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哦，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哦啊，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哦。我居然还有观众哦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啊，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哦，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啊，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
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哦。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哦？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哦。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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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啊。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故事跟你分享一个会员的故事如有雷同那就雷同我大姓名会打马赛克嘛，就这样。那这次要讲的是小徐的故事小徐跟老婆最近刚买一间要出租用的房子，就是因为装潢的事情吵架，反正就来聊很多这样。那故事是这样，就是小徐他最近就说很烦，他跟他老婆买了一间老公寓要来出租，这真的是自产用要出租那本来心情挺不错嘛，就好好的这样，结果一谈到装潢我就变大，因为他老婆一开始很热情，就拉着他去挑各种家具，什么 IKEA、Hola、无印良品都逛了一大圈回来，然后老婆就很高兴很兴奋的说，就是各家具要给租客用好一点，租金才会拉得高，然后才会租得比较久。小徐自己也没想太多，他就说可以啊继续用啊。好，结果没想到是他老婆的好一点跟他的好一点这个标准落差实在太大。他说他有一次回来的时候看到那个餐桌上摆了报价单，发现他那间出租在用的要做那个定做的那个叫什么电视柜还有电视墙，然后那电视墙还是大理石的材质，很奇怪啊。然后旁边还有报价单，这个报价单就几十万就这样子，就一整面电视的解决方案就10几万这样子，跟我说好像17万多还是什么。看到他差点开骂，他想说等一下我们是要出租的呢，按照经验这我有跟他讲，我说那个3房2厅配好全屋的家具，床垫什么都有，被套什么都有的情况，就是真的搞到拎包入住，家电还不讲配好全屋的家具 IKEA 我这样算一算大概14万有找结果怎么一面电视墙就超过了就这样怎么会弄到这样？这几十万的东西呢，然后大理石什么都跑出来了，就问他老婆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东西你一花下去，你那个投报率就不见了，你知道？那他跟他老婆沟通，他就说你这个有问题啦，你这样的话就会爆预算啦你自己看上面的东西，这已经要花到头期款了，快1/3了呢，很扯呢。然后还有冷气要买什么的，结果一讲下去，他老婆不高兴就是说你不是自己答应我说给我用，然后可以用好一点你现在又在说我花太多钱怎样什么就吵架就这样。那小徐他也很无奈才跑来跟我取暖，就是这样嘛就说他不是说不能装潢，只是说这个他老婆去操办，把他当成自己家在装潢一直加预算，一直加，等到他们再卖掉，如果到时候的行情好卖掉，其实赚不了多少钱钱都花在那个下一手买方根本不想要的那个装潢上，就真的是爽到那个租客。然后你用了那种100万等级的装潢，其实你租金拉不了多少大概就拉1-2千块所以这个是 CP 值很不 OK 的事情。我要认真去计算投报率，去控那个预算嘛，就这样。然后解释给他老婆听，他老婆就委屈那之后就直接算那个报价单给他老婆看，说你看你这样做下去的话，我们预期的利润是怎么样？我们当初自产是图着赚到，如果有赚钱也会是原本预期的一半以下就这样。他老婆听完也是很惊讶反正就是讲说你太随便弄，东西坏掉一直修，租客也会租不久，什么有的没的总之就是讲这些，所以我说用 IKEA 解决方案嘛。当然 IKEA 是没有卖油漆，不然我连油漆我都一起用。就你用 IKEA 这个品质上有保证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然后他预算又可以控制得住。后来他就去 IKEA 去操办全部的东西，然后带他老婆去，就给他老婆去挑了至少是 IKEA， 又不是什么很贵的版本设计款，就是很一般的版本让他老婆挑。然后我看起来也不高兴就这样，就继续跟他老婆沟通。后来怎样我也不知道，我猜他们到现在还在吵架就是这样。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吧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
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再加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